歡迎收看關鍵時刻，我是張道和。川普對伊朗下了最後通牒之後，他持續在放話。他說：“我今天連明天要攻擊的名字我都已經想好了，叫做基礎設施日。”甚至他還請美國的官員說什麼？他說：“現在的總統。”他跟嗜血的人是一樣，他甚至是什麼？他跟一條瘋狗一樣。但是川普他真的瘋嗎？還是我們常常聽到的那一句話：別人笑我太瘋天，我笑他人看不穿。川普他一點都不瘋，他非常非常的精明。為什麼說他非常的精明？他非常精算呢？你看到 Bloomberg 今天他特別講一件事情：為什麼川普說我要拿到石油？他不單單想要成為能源霸主之外，他心裡想的是什麼？當我掌握能源之後，我會在5月份的川習會，我才有籌碼可以跟習近平來叫板。現在大家想問，伊朗的石油不是照樣可以去賣嗎？如果你今天要掌握你的能源，你為什麼讓伊朗的石油賣得出去？甚至现在伊朗的石油比布蘭特的原油的價格還要來得高。原來這些都是川普設下的陷阱。我今天讓你賣石油，只是為了讓你一平整個油價、整個全球油價的趨勢。但是真正的問題點是，就如同這名以色列研究所伊朗項目的主任說的，這些利益無法與戰爭對伊朗經濟造成的損害相提並論。你看到《華爾街日報》今天這個標題，媒體的下一個打擊目標叫做伊朗經濟，他不打你的石油，但是他打你的石化設施，打你的鋼鐵廠，甚至他打你的製藥。這些才是真正讓伊朗感覺痛的。好，我們現在介紹今天的來賓，第一位財經專家黃世聰，大家好；时評員張宇軒，大家好；真媒體人姚慧珍，大家好；真媒體人吳正峰，大家好。好，這位要特別介紹，這位是全球防衛雜誌採訪主任陳國銘，大家好。好，這位是桃園市議員黃敬平，大家平安。鐘哥，我們都知道，現在川普下了最後通牒之後，我再說一次，他真的太會、太聰明了、太精明了、太會放話了。他竟然像什麼？美國官员竟然說，我們的總統嗜血，而且還跟瘋狗一樣。瘋狗是什麼概念？他要幹什麼事情？沒有人攔得住他的。沒錯，如果你看這幾天呢，這個川普的出手秀來說的話，他真的如同美國官員形容了，總統是最嗜血的一個人，就像條瘋狗一樣。他說跟這個所謂赫格塞斯還有盧比歐比的話，他們兩個反而像鴿子。怎麼可能？對，事實上是如此。你去看呢，這個川普的這個所有的言論，他就說了，你看，他就說威脅說要炸毀這個伊朗所有的這個基礎建設。對，他不是說，你看你怎麼看？就是我把它取名叫做基礎設施日，好啦，把它炸毀。他目標是什麼？如果由我做主的話，我就直接把石油拿走。如果伊朗不讓步的話，不會有橋梁，不會有發電廠。你看這講的非常狠毒嗎？我要打到你變石器時代。對，那你講說，那為什麼那麼的決絕呢？當然，伊朗目前還不屈服，他有時間的壓力。對。但是第二個是什麼？他其實對伊朗這樣的殺，主要是要面對中國而來。為什麼要面對中國而來？你可以看到說，你看這個 Bloomberg 的報道。他說呢，川普政府討論過之後呢，這個美國在委內瑞拉還有中東發動的軍事威脅，已經讓北京方面的影響力有所銳減哦。然後中國是石油進口大國，伊朗戰爭導致荷姆茲海峽被實質封鎖啊，這已經限制能源供應，導致油氣價格攀升。也就是說，他認為這樣子可以對中國繼續施壓。另外一部分來說，你看，如果假設川普真的拿下了伊朗石油的控制權，然後還有委內瑞拉控制權之後，他就可以增加跟中國談判的籌碼。5月份的川習會，對啊，習近平就宅戲呀。5月14、15號你就等着看嘛。所以才說，你看他這麼為什麼他要像瘋狗一樣？他要趕快拿下拿下伊朗的石油控制的這個狀況嘛？他有時間的壓力嘛？好，那我們就講不對啊，你怎麼那為什麼這個所謂的川普會讓這個伊朗的石油再往外賣啊？甚至好像對荷姆茲海峽，目前為止伊朗收錢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呢？那我跟他講，以色列的一個國家安全顧問就說啊，其實這就是伊朗這個川普給你的小菜。為什麼給你小菜？他讓這個伊朗的讓石油能夠賣出來的話，是因為目前原油一直在往上升，他不希望石油價格升得太高嘛。再就是說，好，讓你收費，你收費能拿多少呢？現在以色列跟這個美國去炮轟伊朗的所有的讓他經濟受損的這個狀況來說，伊朗根本沒辦法從這個所謂賣石油啦，或是收這個通行費能夠獲得太多。我們都以為伊朗賺石油這個錢應該是賺的非常非常多，但我們現在才發現一件事情，他被炸的那一些其他除了石油外的。他那些賺到石油錢根本沒有辦法去修復其他的。對，沒錯，伊朗所損失這一次的這個戰爭裡面，至少是已經1000億美金以上。對，你讓他賺這一點錢也沒什麼樣嘛。反正川普有他一個整個盤局的這個思考，所以來說，現在接下來來說的話，川普的任務是什麼？繼續轟炸伊朗，把伊朗
轟到體無完膚之後，看能不能拿下伊朗石油的控制權，還有荷姆茲海峽的控制權。而且志宏哥，為什麼我剛剛講現在的美國，現在川普他是一步步用掐的哦，把伊朗的喉嚨這樣慢慢掐緊。沒錯，今天這個標題真的非常直白，他說美以的下一個打擊目標是伊朗的經濟。對，這裡面講的非常多，是說第一個，你以為是打他的石油設施，沒有，我還是讓你運啊，我還是讓你弄啊。對，但是我打你更痛的東西。對，沒錯，你看，這是《華爾街日報》的報道，美國跟以色列的下一個打擊目標是伊朗的經濟。為什麼要這樣說呢？好，我把你的經濟重創之後，讓你沒辦法重建。對，沒辦法重建的時候，我最後就算是我撤出了伊朗之後，你也完蛋了。對，你也完蛋了。你要面對漫長的重建之後，你要革命了。那個其實才是更困難的一個狀況。所以我覺得這就是以色列跟伊朗所想的這個狀況。那他們怎麼攻呢？我跟他講，他要攻擊什麼？他要攻擊煉鋼廠、石化廠，還有這個地標性的這個橋梁。也就是說，把基礎設施，還有包括說這個鋼鐵廠、石化廠幹掉之後呢，對，讓你伊朗更難重建。好，那我要怎麼做呢？我跟他講，實際上伊朗沒有錯，石油是很重要。石油，你看，如果以我們算哦，石油在這個他開戰前的話，一天是可以出300萬桶啊。但你要說，這是他最重要的這個來源之一嗎？是，但是它還有2個另外非常重要，一個叫做石化產業。石化產業是什麼？伊朗的經濟支柱，它貢獻了非石油出口的中25%的營收。那石化是什麼呢？我們知道你煉油出之後會產生過非常多像苯乙烯啦，或是芳香精系列這些東西，這些東西就是石化產品。那呢，它就可以啊。他過去2年來說，伊朗的石化業為伊斯蘭革命衛隊帶來180億美金的收入。結果現在他轟爆了，我把你炸掉，石化設施給轟爆了。對，沒錯。那他怎麼轟呢？他轟，你看，這就是標定出來的這個石化設施。他轟了什麼？他轟了這個阿薩爾魯也的這個南帕斯的石化綜合的設施，他把它轟掉。就以色列呢，轟了非常多的這個設施。就是這裡，他直接把他的石化廠轟爆了。對，他說這裡面有2個主要設施，這2個主要設施加起來約占伊朗石化出口的85%。也就是我把它炸掉之後呢，你知道這個根據統計來說，他這一次的打擊，光是把這些設備炸掉，就損失數百億美金了。那剛剛你賣的所有油都沒辦法補了。對，而且你還知道說，你每年還可以出出90億美金哦，這些都完全都沒了。對，所以這損失相當慘重。好，你之後要重建啊，你去重建啊，你哪裡有錢可以重建？好，就算要重建，你也要把好幾年你賣石油的錢拿來重建嘛。對，我就用這樣來消耗你嘛。對，另外一個是什麼？他炸你的鋼鐵廠，因為為什麼要炸鋼鐵廠？因為我們知道伊朗有產這個鐵。那伊朗產鐵，他早年你知道，伊朗他們早年有自己在研發汽車廠，對，然後伊朗還有非常多要重建，你要有鋼鐵廠，它鋼鐵廠可以往外輸，你知道鋼鐵廠這樣，鋼鐵廠需要電，那伊朗的石油多，它電很便宜啊，好，所以那這2-3年的時候，他把這個，因為伊朗的這個所謂鋼鐵，每年至少創造數十億美金，其中有一半來自鋼鐵的出口，所以我把在阿瓦士斯的這個鋼鐵廠，還有伊斯法罕的鋼鐵廠，我把它炸掉，2座鋼鐵廠把它炸掉。炸掉之後，而且你可以看到這個衛星圖，它是真的把周邊所有的全部都炸成一片黑的。對啊，你說要去修復這個怎麼修復？它是完全炸爛的。對，所以好，你看你就算是好。日後我撤出，你要重建，你要花好多錢，所以現在顯然呢，這個以色列跟這個美國的目標就是說，我要把你炸到讓你恢復，你都要花很久的時間，元氣大傷，那就看你要不要跟我妥協。如果你不妥協的話，我就繼續把你炸到真的讓你無法翻身，就是所謂的石器時代，就是這樣一個狀況。好，那我跟他講，那還除了打什麼呢？他們打，你看他就說，川普就說，你看我準備打擊伊朗所有的橋梁還有發電廠，造成的破壞，讓伊朗花20年來重建都沒有辦法。如果他們還有一個國家的話，這已經講得非常非常白。對，他說，如果他們很幸運的話，對，還有一個國家；如果你不幸運的話，這已經不是一個國家了。對，好，什麼都沒了。那我看，除了炸剛才的鋼鐵廠、石化廠之外，他還炸什麼？他們製藥廠。對，他炸一個製藥廠，這個製藥廠是生產所謂的麻醉藥還有抗炎藥物。那伊朗馬上就抗議說，你怎麼可以炸我們的藥廠啊？我們藥廠這是民用的這個設施，你這樣違反戰爭的這個法令啊！然後美國就說沒有，這些是生產他們生產供伊朗軍方使用的材料。所以剛剛看到的石化廠，剛剛看到的鋼鐵廠、製藥廠，對，美軍只要一句話，它就是提供給伊朗軍事用的。是啊，所以我打你剛剛好。對啊，哇塞！對，所以就一直不斷的打，那怎麼辦呢？現在目前為止，伊朗我們知道這幾天伊朗雖然說他要打下 F-15E，但他發動這個飛彈襲擊或無人機襲擊已經越來越少了，沒招怎麼辦呢？你看他們就說什麼，這個伊朗軍方在7號，這個川普不是下了最後通牒令嗎？他就說，哎呀，你是妄想啦、威脅啦，毫無根據，我們要繼續作戰。那怎麼作戰？他們現在就號召，你看他們的這個青年跟體育部的這個部長拉希米就說，我們呢
這個呼籲全國青年，還有藝文界人士，還有這個運動人相關人士參加伊朗青年人鏈的活動，也就是說，他們要組成人鏈，手牽手在各地的發電廠外面手牽手站成，造成一個人牆。我有没有聽錯？當今天川普說要去打這些發電設施的時候，对，伊朗祭出的是人肉戰術、人肉盾牌、人肉長城。我嗆你。美國你不敢炸，对，不是他已經沒有招了，對，沒錯，他就完全沒有辦法去防空了，是，他現在推自己的人民去死了，對，所以等於是說，你看這是很荒謬的這個招數嘛，但是問題是，他們可能很多人民還是被迫要出來，所以這就應對這個美國的這個招式。另外一個就是看我們現在看到這個畫面是炸什麼？我剛才不是說嗎？川普不是說我要炸什麼？我要炸你們的石化、鋼鐵廠、製藥廠，還有你們的橋梁。對，這座橋梁被炸，這就是很指標的橋梁。你看哦，如果你仔細看哦，美軍那樣來炸。你也想，沒有啊，橋梁沒有斷啊，它還是存在啊。可是講這是美軍厲害的地方，你看他就把橋梁炸一個洞，炸兩個洞。對，那你這橋梁能夠走嗎？不能夠走啊。好，我跟你講，你要重建，你可以直接在那邊鋪這個所謂柏油就能夠重建，沒有，你還是要自己打掉。所以這個怎樣？美國打炸的時候你沒辦法用，你要重建你還是要自己打掉。而且我們可以看到一件事情是什麼？如果今天美軍是要去炸這個鋼梁，對，這是非常非常硬的地方，你炸對方，可能需要10發，對。但你炸這個道路有沒有？這個橋上面可能只要1發到2發上面，所以這代表一件事情，他連炸橋這件事情。川普都算得這麼精準，對啊，他每個都在算，他打你的石化，打你的鋼鐵，打你的製藥，打你的橋，對，每一個都是精打細算的。對，等於是說他用這個所謂的最小的這個目標，然後把你打了之後，讓你造成最痛了。現在你看，我就說嘛，你炸2個洞，你還是要未來你伊朗重建要整個橋都拆掉，我讓你自己拆橋，這樣一個狀況。好，那為什麼要炸掉這個橋呢？因為這座橋在 B1 大橋啊，它標誌着美軍的這個擴大。為什麼？因為它事實上。美國就說，為什麼我們炸這個橋呢？因為伊朗的這個武裝部隊用它了，把這個導彈還有導彈的部件呢，從德黑蘭，因為它是德黑蘭跟外界一個非常重要的出口，他把它送到外界去。然後另外包括說呢，這個所謂軍事補給路線，那用於維持伊朗的導彈啊，還有攻擊無人機的部隊，所以把它炸掉之後。嘟嘟啊，後年啊，你的無人機、你的飛彈車，你出不來了。對，他就用意思啊，所以他就說我炸它不是因為它是民用，而且它是軍用。好，所以等於是他用這樣把你毀掉。好，這個毀掉之後，當然就讓你沒辦法，你日後要重建都很困難嘛。好，那我們就講沒有錯，目前為止來說，伊朗似乎是也有這個石油也有賺到錢嘛。對，伊朗的這個原油的價格呢，從2022年5月以來的話，第一次出現溢價。對，它比布蘭特原油還要高$1。這麼高，他就賺了。對啊，但是問題是你這個賺少嘛，我就把你的所有廠都炸掉。我為什麼要這樣做？我為了要平抑整個目前為止的這個石油的價格。對，好，那為什麼要平抑這個石油的價格？我跟他講，這出現一個非常不尋常的這個狀況。我們給大家看一下，這個藍色線叫做布蘭特原油，對，那紅色線叫西德州原油。哈，那其實按照過去一段時間，就是藍色線始終在紅色線上面，也就是布蘭特原油都比這個西德州原油要貴。但你看，在最近一段時間。反過來了，你們注意到都贏了，對，變貴了，比它還貴。好，那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狀況？我跟他講，事實上這個全世界有2個非常重要的原油市場，一個是布蘭特原油，另外一個是西德州原油。好，那布蘭特原油反映的是什麼？反映就是歐洲的這個市場。那因為歐洲市場來說啊，歐洲人需要比較多的原油，進口比較多嘛，然後它產地比較少，所以它的固定的這個價格就比較高。對，那尤其它是全世界最重要的這個參考指標。那它的油比較簡單，它的油就是在海上來開採之後，你本來就在原油站就走了，所以全世界大部分都是以這個當成是一個指標。那西德州是什麼？西德州原油來說，它是在美國內陸挖，我還要用這個所謂油管或者是載油車載到這個港口去賣，所以一般來說的話，它比較少出口到海外去，它比較多，所以比較多的話，全世界都看這個指標，所以這個指標過去都會比較高價，就是這個原因。好，因為全世界都到這個地方跟他搶，可是照我現在遇到個問題啊。歐洲自己本身還有整個中東油也出不來啊，對，那怎麼辦？就到美國來搶啊。雖然說你是內陸比較這個不方便，我照樣搶，所以才造成說西德州原油超越過個布蘭特原油。那美國原油大漲的時候，你知道誰最爽？川普最爽，我又削翻了，川普不是我又贏麻了。川普不是在他的這個出手有人貼過一個文章，他說我們的石油出口量比沙特阿拉伯還有俄羅斯還要更多，那出口就是這樣，美國賺翻天嘛。所以現在就怎樣，全世界就真的是來跟美國買油。那全世界來跟美國買油，還有美國的原油的需求越來越多。好，那加上我又掌握了委內瑞拉，假設我又把這個伊朗掌握進去之後，你中國還能跟我
叫什麼班。所以等於說，他這一次其實某些程度來說，壯大他的石油的這個供應鏈來說，有利於他在5月中跟習近平見面的時候，他的重要的籌碼就是石油這張牌是他最大的一個籌碼。建明哥，原來 F-15E 被打掉之後，原來美國跟伊朗有激烈過這種超級艱難的這種槍戰來發生。這種槍戰來發生的時候，美國為什麼強？美國為什麼可以救？竟然可以在這個過程當中把伊朗的將軍給擊斃了。當然，真的是非常驚險。你從這個川普和這個美國的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這個空軍的參謀首长，好，這個空軍上将丹凱恩，他們事後的記者会透露出更多的細節，可以知道说這個比電影還扯的這個撤離行動，真的以後我相信一定會拍成電影啦。那這樣的一個過程，當時美國空軍的這一架 F-15E 的這個攻擊型的這個戰鬥機，它的2名這個機組人員，一名是飛官，一名是武器管制官。那美軍出動了大量的這個人員跟這個軍機去營救他，然後當時在這個等於是敵後，就是在伊朗的境內哦，而且整個被困住，還發生了這個槍戰。你要知道，在龐大的機群哦，不管是戰鬥機、轟炸機、無人機哦，軍機的這個掩護之下，搜救小組哦，這一批的這個被川普形容為是 CSAR 的戰鬥搜救特遣隊啊。進入了這個伊朗境內，還遭遇了這個伊朗的軍隊，還有包括他們的民兵，然後還彼此近距離的展開駁火，然後阻止敵人他們要這個前進去接觸他們要營救的這個目標，然後甚至掩護一些他們出動了也數百名的特種部隊進入那個目標區域嘛。而且我們剛剛講的是那個是非常緊張、很緊湊。當 F-15E 被擊落的時候，伊朗真的殺來了，因為那個在德黑蘭的南部，你要想想看，在伊朗的貧瘠的山區，它的簡易的地方，你要部署它的一個這個機場。然後呢，當時他們這營救的時候呢，為了不讓這個伊朗的這個敵軍啊，等於就是美軍的這個敵人靠近的時候，他等於派出了無人機之外，還有你看到畫面上的這個 A-10。油豬攻擊機啊，他曾經在波斯灣戰爭、2次戰爭、阿富汗戰爭，還有包括這個科索沃戰爭大出風頭。他在伊朗那一種貧瘠的山區、荒漠、高原，它很好用。但你又看不到有什麼樹林的這個掩蔽，他就直接對地飛行，這個距離非常低哦，這個等於是高度非常低，然後這樣子整個攻擊。就是建立一個防火牆，往死裡打，不讓這個伊朗的他的一些敵軍，不管是巴斯基民兵還是伊朗的軍隊，去靠近他們要營救的這個美軍 F-15戰鬥機的飛行員。所以今天 A-10 跟阿帕契，他已經把一個死亡地帶全部畫出來，你敢進來，你就死路一條。所以呢，伊朗他也有公布他們的一個官方畫面。還有他們的這個畫面就可以講到，他們也證實說，當時他們在這個駁火的過程當中，造成伊朗的4名軍官這個不幸的喪生，其中4名軍官就是一個準將、一個上校、一個少校，還有一個上尉。所以你看到他們在這個過程中有多少的軍隊要抵近他們，結果就被 A-10 攻擊機跟阿帕奇攻擊直升機以及無人機在周遭不斷的去發射，它裡面有這個加特林式的這個機炮 GAU-8的這個機炮，它1分鐘可以射出4200發的這個子彈，那直接這樣子一直打的時候，它可以把這個地面的這個畫出一道死亡的界限。你只要越過這個界限或是範圍呢，我就是把你們殲滅，就是往死裡打，對不對？然後後來美軍呢，當時他們要這個去找說他的所在的位置，透過40英里以外，40英里是多長的距離？大概就是60幾公里，60幾公里大概就相當於台北甚至新北的汐止到我們桃園的這個距離。那找到了之後，他一開始還不敢確定他，因為他一直頭都不動啊，不動也不動，因為他在過了大概45分鐘，不到50分鐘之後，看到他的頭動了，而且他們近距離再去看。然後川普就說，當時 CIA 跟美軍的軍方人員就有注意到說，他站了起來嘞，我們鎖定他了，沒錯，就是他。他們不只派這個 A-10 攻擊機，還有這個 NQ-9的死神無人機啊，甚至他們派出龐大的軍隊，包括64架戰鬥機、48架加油機、13架救援機，還有4架轟炸機，還有多架的運輸機跟無人機，總共176架在這邊。他不惜出動，為了營救2個人，出動了100多架的這個軍機啊，太可怕了！轟炸機、戰鬥機、無人機、運輸機，還有加油機，這些夯不啷當的，就像一個龐大的空中艦隊、空中機隊一樣的艦隊，空中那個航空版的空中艦隊的感覺。你說他是7線去救人的？對，川普也有提到。
他說其中只有一線他們是真正鎖定在伊斯法罕的这個南部的，在德黑蘭南部之後，他們是在伊斯法罕那個地區要把它撤離。對，7線只有1線真正救援，另外6線呢其實是掩護跟這個欺敵的。那其中川普有說，比如說他其中有1線，他就故意飛到伊朗的這個海岸的南方的大概9海里處，對，然後呢又故意透過 CIA 去在這個伊朗可以監聽得到，伊朗軍方會監聽他們。監聽得到美軍行動的這個頻道或者是管道的時候，他故意放出假消息說啊，這個找到了這個軍官的，他們要撤離了，而且是在海上，所以有些是欺敵跟掩護。那只有一個地方，就是在那個伊斯法罕那附近的一個這個南部的一個貧瘠的這個地方。那你要知道，當時7線分兵進擊的時候，最驚險的是最後一幕，對，找到了救援目標，他們要帶回去嘛。那後來通知了2架 HC-136這個空中大力神的運輸機，但是他們在降落的時候呢，發現，因為他們有一個這個類似農田的這樣的一個近距離的簡易型的跑道，發現說那個土壤啊，它可能卡住了，機輪因為太厚 ，H-136你看它的空重大概是34,274公斤，对，後來呢，指揮官就下令這2架呢，既然被泥土那個可能是天氣的關係，又因為最近打仗的關係卡住了，飛不起來，那就改派3架 C-295W 空中小巴。你看它的空重只有它的1/3，1萬1000公斤。对，所以呢，他趕快派這3架到了現場，把那將近100個人這個特種部隊跟救援的目標分批運走。他們在現場必須了解說那個土壤的強度能不能承受這1萬1000公斤的這個重的它的一個比較小的 C-295W 空中小巴。對，那可以承受的話，要派幾架才夠。然後在那迅速的時間，因為他在等待的過程當中，他就要判斷。同時呢，他又要把那2架本來派的136的這個運輸機啊，各1億美元呢，他整個炸掉，對，把它避免落入伊朗手中。那就是他們在這個離開的時候，剛好伊朗的巴斯基民兵跟他的軍隊到了現場，對，幾乎在那一刻就好像電影拍的一樣，他們也剛好上飛機。然後他們說好在伊朗當時到達了軍方人員，他並沒有帶監射型的防空飛彈，不然就慘了，就可以把他正在低空起飛。伊朗後來傳出來也公布了那一段畫面，他低空起飛，正值離地面距離大概只有高度40-50公尺，50-60公尺。那說也巧了和1個月前，美國剛好也在這個北卡羅來納州上空進行這樣的一個近距離和高度很低的這個飛行訓練，所以你說無巧不巧，美軍訓練過，當然這個過程像電影情節般的上演，也證實說美軍的這個訓練真的是訓練有素啊。國銘哥，我們剛剛看到這一次的救援上面能夠這麼的精準去鎖定這一名軍官到底是在哪裡，而且我們也看到了在伊朗的戰事裡面，美國完全知道你伊朗的所有的武器藏在哪裡，你的飛彈車藏在哪裡，就算你在這個棚子裡面，我能不傷到棚子底下，我還可以去炸，甚至我穿越你的棚子，這麼精準的去炸，就是這一台 RQ-180。它今年3月現身在希臘機場的時候，大家想說，它跟這個 B2 的轟炸機長得非常非常像，大家以為是 B2 來了，後來才發現沒有，這是首次亮相的 RQ-180。而且最厲害的是什麼？這個 RQ-180真的是美國開外掛、開天眼，完全能掌握伊朗敵軍的一個關鍵嗎？其實這個 RQ-180呢，就是美軍的我們叫千里眼哦。為什麼叫千里眼？其實美國在冷戰時期，他都很想知道說，前蘇聯這種所謂機動飛彈發射車，尤其彈道飛彈發射車，它躲在哪裡哦？那其實冷戰結束之後呢，其實美國相關的計劃還在推展哦。對，那推展呢，它有經費嘛？那經費所得的產出就是 RQ-180，什麼意思呢？就是說這架無人機呢，它可以在7萬尺的高空看得到地面上的一舉一動哈。因為我們都知道說預警機可以掌握在天空，那我就問你說，你在7萬尺的高空，你怎麼掌握上地面上的車輛動態移動？对，那其實這個 RQ-180它上面有配備所謂的 SAR 雷達，還有什麼地面目標動態指示器哦。換句話來說呢，這架無人機呢，它可以在7萬尺高空看到你地面上一舉一動哦。那我舉一個例子啊，就是說，我們假設地面上有一群螞蟻，我在這邊可以看到說，這是群工蟻還是壁蟻還是切葉蟻還是紅火蟻？我怎麼那麼厲害？其實我的眼睛很厲害。那同樣的 RQ-180它居然你很难想象說7萬尺是什麼概念？這麼高，它可以看得這麼細，你很難想象。就7萬尺，一般民航機的飛行高度33000尺，對，你很難想象7萬尺的高空還可以看到地面上的一舉一動，而且它還可以跟你說分辨出說這個是哪個車牌，是哪個型號的這麼厲害。說真的，這個蠻奇特啦。那以前呢，美國是透過人造衛星來盯住蘇聯洲際彈道飛彈還有機動彈道飛彈發射車因為發射出去的它有煙霧。
那現在呢，為什麼美國要動用這種 RQ-180？他在找伊朗的殘存目標。什麼叫殘存目標？就殘存一些所謂的機動發射車這些機動發射車不是只有發射防空飛彈，它還可以發射什麼？無人機啊，無人機也很厲害。那其實我這邊剛好帶了一張他們國防部拿到一些 DM。那其實你看這是一個你看可以看到，它平常它就是一個皮卡車但是呢，你沒想到說這一台是伊朗用的，伊朗的。对。那我們就考一個問題說，好，那我怎麼在7萬尺的高空分辨你說是一般的皮卡，還是上面的皮卡，還是上面裝着農作物，還是飛彈？不知道。所以其實這個時候呢，就必須要透過這種 RQ-180的千里眼去看。那看到之後呢，其實它不負責打擊因為其實說真的，你要把這麼多儀器，我們剛才講過什麼 SAR 雷達，什麼地面目標動態值器都裝上去的時候，你就沒有空間掛飛彈。那打擊的任務交給誰？交給其他一些無人機啊。他是負責看的，看完之後馬上零時差傳回去，我就轟了。所以我每次看到很多畫面是，當今有飛彈車從這個所謂的碉堡開了出來，沒多久他就拜拜了，他就被炸翻了，或者是有人才剛發射，或者是他起降的这个架才刚刚拿起来要射出去的时候。它就被炸了。其實我們講一個概念啊，其實美國我們常常在軍事論述說什麼我們要建構什麼擊殺鏈，對不對？這是一條鏈子啊。比如說我這邊看到，然後我透過 MQ9去打。現在美國不玩擊殺鏈，它叫擊殺網，什麼意思呢？就是說我除了透過 RQ-180去徵兆啊，比如地面上的目標之外，除了可以用 MQ9之外，它在天空上還有其他的戰機啊，搞不好有個 F-35，或者說可以通知海面上的比如說神盾艦發射戰斧巡弋飛彈去打擊重要的目標這個叫擊殺網。那我們一般就想象說我們要建構比如說我們國軍什麼擊殺鏈，這個很好。但是美國不只是鏈，它叫擊殺網。所以擊殺網它需要很多資源包含比如說人造衛星、影像衛星高空無人機、偵察無人機，然後呢打擊無人機，甚至還有地面目標。什麼意思？就地面目標就是說像有些特種部隊，它已經滲透進去了，它用雷射指示器去導引目標這些呢都是美軍我們叫擊殺網的一部分。所以其實那個網是非常密密麻麻宏觀取材，釐清真相，犀利精準，深入剖析，時刻掌握關鍵，新聞時事不漏接。老時段，新氣象，我是鍾耀和，關鍵時刻2.0，全新出擊。